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B。今天想来回答一些观众常问的问题，都是显化相关的哦。有很多人都问到重复一样的问题，所以就一次回答大家。如果你有在使用吸引力法则显化一些什么东西的话，可以参考今天的影片哦，说不定也会回答到你的问题哦。这位观众说啊，他最近是在待业中，他每天都会上网努力的找工作，他也有写下理想工作的条件，而且写得非常详细哦。可是他还是觉得很累，因为每天在网络上都没有看到适合他的工作，他看了就觉得好像不太可能的感觉，心情就很不好。所以他问我说啊，如果用吸引力法则的话，到底要不要继续每天上网找工作呢？还有到底要写很详细的条件，还是写一个大概就好了？我的回答是啊，工作的条件你可以写得很大概就好了，例如说钱多事少离家近，月薪或年薪大约是多少钱，工作内容大约是怎么样，同事很好相处，工作环境很棒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工作内容写得太详细，其实很容易产生怀疑的心，就会阻碍你显化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比较大概一点就可以了。你在看这个清单的时候，如果有怀疑的心的话，你就要改一改，改到你不会怀疑为止。然后呢，我也建议你不要每天都在网络上一直找工作，这样子你会觉得非常累，频率会降很低。如果你现在是每天都在找工作的话，你可以改成2天找一次工作，1天找工作，1天休息，1天找工作，1天休息，这样子。那休息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放松自己，让自己的频率提高。有人约的时候你就去，就让宇宙有机会安排一些因缘际会的巧合给你。工作条件的清单每天都可以看3次，早中晚各看1次，也要时常想象这个工作的内容，要保持开心的心情，这样子工作就会有很多机会来到你的面前，有可能是你因缘际会遇到的，也有可能是你上网找工作找到的，要接受各种可能性哦。再来这个问题是，为什么魔法支票对我来说没有效果？魔法支票就是显化金钱的一个工具，上面写下你想要的金额，常常看它，常常感谢它，就可以显化一笔想要的钱。我常常都会推荐这个显化法，可是还是有的人觉得这个显化法没有效果。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你不够有耐心，其实显化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，你要让宇宙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你要的钱给你。第二个就是你不相信魔法支票，你可能是用一种测试的心态在显化，可是显化是很需要你诚心诚意的相信的。其实不管是用什么方法，都要很有诚意哦。第三个是你可能不相信你有办法显化那个金额，那建议你可以从小一点的金额开始显化，开始练习吸引力法则的 muscle。显化就像举重一样，一开始都没有办法举100公斤，一开始一定是从1公斤、2公斤、3公斤开始举的。你慢慢举，越练越多，你就可以越举越重，就可以显化越来越大的东西。所以一开始如果你写的金额太大的话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显化它，所以建议你从你可以相信的金额开始哦。那每个人可以相信的金额都不一样多，因为每个人觉得多跟少是不一样的。你要去思考你到底相信你有办法显化多少钱，你再去写那个金额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感觉不到它，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在显化里面，信任啊、感觉啊、诚意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有一支影片也是在讲感觉就是秘密，如果你感觉不到这个金额的话，你也是很难显化它的，所以这影片可以去看一下哦。然后一定要很有耐心啦，每个人显化的速度都不一样快，不要一下子就放弃，放弃得太快了。好，再来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我在想象我的愿望的时候，我常常都觉得很平静、很舒服，并没有那种非常非常开心或很嗨的感觉，这样会有效果吗？你在想象的时候要有正面的情绪，平静跟舒服就是一种正面的情绪，所以是可以的。平静啊、开心啊、期待啊，都是正面的情绪。其实呢，情绪如果越高，你越开心的话，显化速度会越快。可是这种开心的感觉是很难装出来的，如果是用装的话，其实也没办法显化成功，因为它真的是装不出来的。你一定是用你真正的情绪去显化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嗨不起来也没关系，你只要让自己在平静舒服以上就可以了。来嘛，陪我录嘛，拜托拜托，嘟嘟陪我录，拜托拜托。他终于愿意陪我录影了。还有一个问题有点相关，他说前几天我在做感恩冥想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，结果我就哭了，感动到落泪。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算是负面的情绪吗？还是正面的情绪呢？其实呢，感动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情绪，它跟爱跟感恩都是在非常高的地方。
感动到哭的时候呢，哭会释放掉一些以前累积的负能量，所以哭完之后你会觉得舒服很多，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很平静。而且通常哭完一次之后，你就不会再哭第二次，就对那件事情的感动度就不会有这么感动，因为你已经把它哭掉了。这样子是 OK 的吗？是 OK 的，它算是一种正面的情绪，它就有点像是排掉身体的负能量，所以感动到哭是可以的。但是啊，大家平常在做感恩冥想的时候，也不一定要求自己每一次都要哭出来，这是不太可能的。你不用很故意去哭，你只要很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就可以了。我自己也有测试过，当我真的很感谢一样东西，而且不小心感动到哭的时候，我就会显化那个东西。可是如果我是故意用感动到哭来显化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显化它，我会显化失败。因为情绪就是没办法装出来，没办法骗啊，所以大家保持自然就好了。他问说，我在显化我的特定情人 SP 的时候，我会一直看到天使数字，例如说111、444，这样应该是好征兆吧？可是为什么我还没显化成功呢？好，有很多人都问到关于天使数字，那其实呢，我对天使数字并没有那种很浪漫的想法。我一开始在学习显化的时候，也会把这些东西跟我的显化联想在一起，觉得说啊，我如果看到什么什么符号，就代表我会显化什么什么东西。可是事实上那是没有关联的。就好像今天如果说你想要看见黄色的蝴蝶，那你就看见它了，跟你想显化 SP 是没有关系的。你想要看见黄色的蝴蝶，纯粹只是你吸引来的嘛，这都是吸引力法则。你可以吸引到你看见黄色的蝴蝶，你也可以吸引到你看见天使数字111或444，跟你真正想显化那个人是没有关联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不需要自己设定一些 sign 一些征兆，然后你就会很想去依赖那些征兆，这样子会很累，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啊，我没看到这个征兆，是不是我显化要失败了？或者说我看到这个征兆了，可是为什么我的显化还没出来？有很多时候显化你是完全不需要 sign 的，它就直接显化了。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依赖这些 sign。好，我觉得我这样讲可能会很多人不爽，因为他们觉得哦，天使数字就是非常有意义的、很棒的数字什么的。可是真的，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，他们就是跟我想显化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再来呢，这个问题就是说，因为我之前有推荐大家可以写感恩日记，加上不要看新闻，就可以让自己的频率保持很高。那就有人问说，不看新闻会不会跟社会脱节啊？我自己的感觉是不会跟社会脱节。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新闻了，应该说是我不会主动去看新闻。可是我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或是跟同事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难免大家都会聊到一些时事嘛。其实这时候你听一听，大概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或者是如果你好奇的话，也可以直接问家人朋友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情，他们一定会很乐意跟你讲的。所以你自己根本就不需要主动去吸收那些负面的东西，你就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看新闻的时间来做你想做的事情。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自己主动去看新闻了，我觉得真的省下很多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而且还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所以是一举数得啊。他问说，如果他想要挽回这个情人，或者想要显化特定的情人的话，到底要用哪一个方法呢？这边呢，我很推荐这支影片，里面的故事非常的精彩。这位观众成功挽回前男友，挽回跟显化特定情人其实方法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可以参考这支影片哦，里面的方法算是非常完整了。也谢谢大家的提问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就可以看更多这样的内容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